终于考完了。是啊，今天的题太难了，尤其是数学。对啊，后面的大题太难了。哎，先生，考得怎么样？先生，我数学卷子没写完，还留了一道大题，完了，这次肯定考不上。没事的，不是还有面试呢吗？也许面试老师会喜欢你呢。已经考完了，就别想了。哦，说的是。况且，如果你前面题都做对了，后面掉了几分也不要紧的。诗诗，你也是来考试的？我堂妹昨日听说中西女塾招生，也很感兴趣，想明年来参加考试。但我呢，笑她功课不好，肯定考不上。冯小姐，你是老师最权威，你觉得呢？令妹愿意尝试，这是好事情啊。她年纪还小，即便明年春试考不上，不是还有秋试呢吗？那不知道冯小姐是否有兴趣来我家当老师呢？诗诗，你太坏了，哪有当着东家的面就劝别人悔棋跳槽的？你和芳华肯定能考上，那到时候冯小姐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？到我家来正好合适。冯小姐放心，我家也大方，开的薪资不会比荣家少的。桥本小姐一番热情，我要是回绝的话，也太过失礼了。只是人各有志，我本来也是打算等教完方林他们之后，就不再做家庭教师了。所以，您的邀请，我只能婉拒了。冯小姐，不会是嫌弃我们是日本人吧？那倒不会，无论桥本小姐是日本人，或是贩夫走卒，哪怕是南洋奴工，我都会一视同仁的。诗诗，你不会是和冯先生商量好，专程来帮他抬杠，让我们家给他涨工资吧？大哥，哪有你这样胡猜的？一下把冯先生和诗诗都给冤枉了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准备这几天就跟太太提辞职的事情，她应该会同意。我们家没有年底辞人的规矩，冯先生大可安心过年。是我自己想要辞职，和荣家无关。我被聘请过来，本来也是要帮助2位小姐考学的。今天考试结束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自然该走了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年前也不好找工作。去年1年都在为了生计奔波，很少回家。正好年前有空，我也想尽尽孝心，顺便想想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。回家再说吧。先回家。那先走吧。先生，走走。阿少，怎么了？1年多没见，你变化挺大的。这种清寒的女老师，以前我们在重庆的时候，学校里也有几位，但也没见你多看他们2眼。但这位冯小姐，你还挺护着她的。我一直都挺护短的，只要他还在我家做工1天，我自然就多会护着他1天。那方才他那样折辱我，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？是你挑衅在前，既然起了头，就要担当到底，可别有胆开了头，等到扛不住的时候，又怪别人不帮你。阿少，上海把你变坏了。你还真是帮我找了个好借口呢。都怪我们重逢的太晚，如果能早1天，哪怕是早1个时辰，可能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。我并不这么觉得。时间一直在走，诗诗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在原地等你，我已经走出很远了。阿少，我今天看报纸了，听说你们在找遗失的古董金麒麟。是啊。那如果我说我知道他的下落呢？你知道在哪里？我怎么会轻易的告诉你呢？如果不方便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我真的知道在哪儿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，
但是我见到的那个金麒麟跟你们要找的那个极为相似。你知道的那个金麒麟在哪里？我得看一下，才能确定是不是我们家需要的那个。家父酷爱古玩，我家恰好就收藏了一个金麒麟。冲着家父的鉴赏力和他对这宝贝的珍爱程度，想必不会是西贝货。但至于是不是你要找的这个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还真是凑巧了。真的是巧合。令尊与家父认识，你可以上门拜访。如果你可以讨得家父欢心，投其所好，他未必不会把这金麒麟拿出来和你一起品鉴把玩。到时候你可以自己仔细看。行啊，到时候还请你在令尊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了。阿尚，你放心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做不成情人，还可以做朋友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欢迎你上门来做客的。大少爷，商会那边人都到齐了。好，那你留下来送冯先生还有小姐们回去。是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冯先生，这种女人根本就不配与我为敌。哎呀，你说这荣大少爷怎么忽然心血来潮，专门挑咱们几个人开什么乡里会？我听说这个荣家大少爷游手好闲，是个绣花枕头，这么多的合同和账目，他能看得懂吗？恐怕他是在他爹面前演出戏，糊弄他爹吧？啊！大少爷，您来了。哎呦，家上，家上啊，你怎么想起来要开个乡里会啊？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招呼一声就行了。你说还麻烦这些叔伯们大老远赶回来。是，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说比较好。坐吧。放下去。这上面都有名字，你们自己找一下。我看看这支票啊！这怎么是欠条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根据荣氏商行历年的合同、采购单、报销单等文件核对过账本后做的一个账单。有些乡里欠了商行的钱，有些乡里给商行赚了钱，这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希望有些人可以把欠的钱补上，赚了钱的乡里，我会根据比例给大家分发奖金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是奖金？这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凭什么说我们欠商行的钱？我们每本账和商行里的会计们核实结算过，而且荣老板也签过字，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账是平的。你一开口就说我们贪污，这是侮辱我们的人品，怀疑我们跟随荣老板做事的忠心。就你一个毛头小子，别想骑在老子的头上撒野！对呀，对，凭什么怀疑我？就是啊，你先掂掂自己几斤几两。太小了，这是年轻人就行。账本27651，这上面记载了一笔关于丝绸西运出国的买卖，成本价格是7980块，人工价格360，航运660块，成本合计是9000块整。这批丝绸最后卖了12000，为商行盈利了3000块。没错，这是我的账。可是这笔账上的劳务费用十分可疑。上海的人工费用平均1个星期是1块钱，你是雇佣了30个人，装货装了3个星期，卸货卸了3个星期，这批丝绸有好几吨了。还有，你作为乡里，如果劳务费用上出了问题，人工效率极低的话，你完全可以从劳务费用中扣除误工费，为什么没有明示在账本上面？这个，对了，这其中还包括
外国人的劳务工费。英国公司一向是用外籍劳工，可这外籍劳工的费用比上海的低多了。哦，家上，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笔账呢，还包含劳工的伙食费、监工的监工费。我可以摸着良心说，这笔账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聊聊你丝绸采购的部分吧。你是从杭州的桑园里直接采购的这批货，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，对吧？对啊，我这也是为了商行着想，直接采购可以降低成本。前年南方干旱，桑树枯死，这丝绸供不应求，价格翻了1倍。但是去年雨水充沛，这价格理应降了下来。这批货是你去年采购的，但为什么付的是前年的价格？我已经找桑园的老板核实过了，人家的账上清清楚楚地记着，荣氏商行的采购价格是4900元，还有100块钱，你以车马费为由，直接从柜台拿走了现金。如果这还不足以作为证据的话，那这航运费简直更加可笑。我也从各位乡里的账上查出，同一艘船、同一时间还有别的货物运送。这丝绸十分珍贵，占地面积也比较小，所以这航运费几乎就收了一个最低价，不是吗？家上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个事情呢，龙家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干嘛呀？我已经派人把门从外面锁上了。如果你们想出去，就把这欠条给我签了，老老实实把吞进去的钱全都给我吐出来。届时，你们向我爹告状也好，或者是报警说我非法监禁你们也罢，我都不会拦着你。如果觉得冤枉，或者是账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一笔一笔陪你们对清楚。但是如果拒绝签欠条，我会把所有的证据都提交给法院，以经济犯罪的名义起诉你们。到时候可不是补上欠款就能解决的了。不是，你有话好好说嘛。好商量嘛。好，我签。别说了，签吧。大少爷。唉，太太，能耽搁您一些时间吗？坐下吧。谢谢。什么事啊？今天芳林芳画都已经考完了，我在路上问了一下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2个人都能够被录取。我想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来跟您辞职。这么急啊？本来我们荣家也没有年前辞人的规矩，傅先生要是愿意的话，等到年后再离开也可以的。东家厚道，我感怀在心。主要是家父身体一直不好，母亲一个人在家照顾，有些吃力。我还是想早点回家帮忙。你也是孝顺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便多留你了。去账上先把工钱结了，等发了榜，孩子们要是录取了，
那奖金我也会如约送到你家里去。多谢太太，我告辞了。荣定坤一直都知道我是文春里的受灾户之一。如果小姐们考完试，我还继续留在荣府，别说荣定坤了，就连荣家上也该起疑了。所以，我决定主动请辞。麻烦帮我转交给2位小姐。好的，冯先生。谢谢。家少，不知你能否如我所愿？冯小姐，孙姨太，听说你要走了，工作任务都完成了，该回去了。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家父身体不太好，我心中不安，也想早点回家。你之前一直忙，我们都没顾上说几句话。我送你吧。好。冯小姐来到荣家，不过才3个月，但却好像过了大半年似的。实在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。我过去性子不好，对冯小姐不大客气，也多亏了您大度，不同我计较。孙姨太之前身怀6甲，孕妇的性子实属怪一些，都是人之常情。至于少卿的事儿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他们有你这样的朋友也是好事。我其实实在没脸做他的姐姐，现在看来，他走了也好。孙小姐出走的事，和我实在没关系。我知道，冯小姐，我只求您一件事。少卿他肯定是不想跟我联系了，但我却没办法不牵挂他。如果你找到他跟你联系，麻烦你帮我转告他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也支持他。如果他在外面遇到了什么麻烦，大可回来找我，不必一个人撑着。我亏欠他的，也想弥补回来。麻烦您了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
are no birds in the sky, but I have flown.大少爷，滚开！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？都辞职了还不走，赖着做什么？我白天就想问你，你好端端辞职干嘛？我白天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又惦记父母，怎么就不能辞职了呢？荣太太也没说什么呀。是他让你走，我没让你走。